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制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阿叶，你知道什么是费城奇迹吗？我知道，美国独立宣言在费城公布，美国宪法在费城签署。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，那是谁打下费城的地基呢？这个人我们从小都看过，贵格麦片商标画的就是他，他叫威廉·宾恩，一个让爸爸失望的伟大人物。爸爸为什么对宾恩失望？威廉·宾恩的爸爸是海军上将，他拥立英王查理二世复辟，功劳最大。他希望儿子继承他的权势。英国的主流宗教是英国国教圣公会，没想到儿子加入贵格会，这等于向权力说不，爸爸的希望泡汤。宾恩为什么要加入贵格会？1665年，伦敦发生大瘟疫，权贵纷纷逃离伦敦，反而是贵格会的教友从各地赶来救人，更特别的大多是女生。当权派本来看贵格会不顺眼，诬陷他们是传染源，借机抓捕他们。22岁的宾恩疑似被贵格会感动，二世路见不平，气不过，公开加入贵格会，跟英国国教决裂。贵格会和英国国教圣公会有什么不同？贵格会认为上帝之前人人平等，大家是朋友，不必尊称，不需要有贵族和平民的阶级，每个人打开心门都能接纳耶稣，不需要虚假的仪式。他们聚会是静坐，任何人有感应都可以发言，不是只有牧师才能讲道。上帝不会住在人造的房子，不需要盖华丽的教堂，所以他们反对教会的11税。信徒交钱给教会，不光是盖教堂，还要救助穷苦，不是吗？贵格会认为，真正的基督徒救人助人要自己行动，出钱出力何必转一手？否则中间有太多钱会进了教士主教的口袋。为什么叫 Quaker 战斗者？因为贵格会创始人福克斯对法官说，面对上帝的公义，你应当战战兢兢。法官说，面对法律，你就是战斗者 Quaker。他们把这个嘲笑当光荣。宾恩加入贵格会后，拼命写作，专写信仰自由、言论自由的小册子，攻击圣公会的腐败，所以常常坐牢，而且常常罪上加罪。常常罪上加罪是什么意思？最有名的一次是，他在法庭上不向法官脱帽行礼，因为他觉得上帝之前人人平等，我也懂啦。国王派皇家牧师跟他谈判，只要他写悔过书，撤回自己的言论，就赦免他。那他答应了吗？他答应了，而且是写了一大本。结果内容是把国王和教会好好修理一番，书名叫《没有十字架，没有王冠》。不对啊，贵格会不是不能说谎吗？他不这样，怎么拿到纸和笔？皇家牧师说：“你别得意，陪审团都是圣公会成员，而且我们已经告知陪审团，如果不判你有罪，12个人会全都被关起来，你倒霉定了。”结果审判当天，有4个陪审团成员拒绝判他有罪，并学他拒绝向法官脱帽，最后当然被关，还罚了相当1年收入的罚金。陪审团中的布希尔援引大宪章，打赢官司，从此英国的陪审团摆脱法官控制，建立法官不能就判决结果惩罚陪审团的原则。太精彩了！后来呢？宾恩被释放，但不是他得到公正审判，而是他爸爸交了大笔罚金。儿子多次入狱，救他出来还不领情，还说：“我恳求你不要购买我的自由。”难怪他老爸不气死才怪。不，这次放出来，海军上将的身体也快不行。他对儿子说：“你的正直和勇气远远超过我。我虽然担忧，但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诱惑你违背自己的良心。
讲了半天故事，他跟费城有什么关系？好戏来了，宾恩爸爸死后，宾恩继承庞大的财产，其中包括国王欠他16000英镑。于是国王给他在北美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并给他除了战争外绝对统治主权，用这个当作还债。宾恩把新领土取名西法尼亚，在拉丁文中是森林的意思。国王坚持要纪念他爸爸，所以命名为宾夕法尼亚州。原来是这样。他以权力来自人民的概念，制定法律和政治结构，保障私有财产、自由市场。只有叛国和谋杀可判死刑，在当时的英国法律有超过200条死刑罪。宾州法律规定，神经病犯法不能关监狱，得送医院治疗。所有案件必须有陪审团，监狱设立工作坊，严禁虐待，禁止斗鸡、斗熊残忍的舆论。政治上，政府权力分散，议会议员定期改选，不叫贵族上议院、平民下议院，而是资深参议院、资浅众议院，基本是根据洛克分权制衡的原理，超过20次草案建立宾州宪法。那费城是怎么来的呢？1682年6月18日建立费城，它规划街道是棋盘式，以数字和树木命名，成为北美13州最有影响力的城市。它与原住民莱纳佩族签约，出钱买下土地，但莱纳佩族保有打猎、捕鱼、采果的权利。所有受压迫的教派还有犹太人都迁移来宾州，因为这里保障信仰、言论、财产、市场、人身的基本自由。他说，政府就像时钟，根据人民赋予它的动力而运作。他最早呼吁北美各州要联合成联邦，规定女生跟男生一样要受教育，每个月为黑人集会，倡导解放黑奴。宾恩从此留在宾州吗？他打下地基后，回到伦敦继续为信仰奋斗，没有留在宾州统治。他死后，宾州成为以公民主导的社会，代表人物就是富兰克林。美国的独立宣言核心就是上帝之前人人平等。是的，他让爸爸失望，没有成为父母的期待，但成就伟大。一个权贵二代，不要权不要贵，建立公民当家作主的国度。今天我们仰望费城市政厅尖顶上宾恩的雕像，想起他说，地平线只是你视线的极限，站更高，张开眼睛看更远。我现在看桂格麦片，感觉多了一种伟大的感动。